海童说道：姐现在不考虑很正常。我说的是以后，姐还年轻，总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吧？为什么不行啊？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呀，不用伺候一个大老爷们，不用处理婆媳，姑嫂问题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，自由自在的。恢复自由身后，海玲才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女性同胞们不想嫁人。彤彤，不用担心姐，姐现在是真的挺好的。你不觉得姐离婚后比离婚前更快乐吗？海童点头。你也希望姐姐一直这么快乐吧？那是自然的。那就别在姐姐面前提再嫁的事。我这才刚脱离苦海呢。不过呢，彤彤，你也不用害怕婚姻，你的婚姻和姐姐的不一样。战印目前来看还是很可靠的，以后会不会变，谁也不敢打包票。战印上班去了吧？上班了。海玲拿来了背带，准备背起儿子，嘴上说道：天气冷的时候提醒战印多穿衣服，让他别太劳累，身体最重要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他那么大个人了，会自己照顾自己的，这次感冒可能是真的太累，导致免疫力下降才中了招，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流行性感冒的。海童不敢说战印感冒是因为洗了冷水澡，他会洗冷水澡还是因为他。姐，你要背着洋洋去哪里？洋洋留在这里，我和梁姨帮你看着。你要去买什么尽管去买吧，或者我送你去。我这店里暂时也没什么需要做的了，我想着去菜市场买辣椒、蒜和姜，还有豆鼓，自己做辣椒酱，到时候开张营业了要用到。还有酸豆角，我在考虑是买别人腌制好的，还是我自己买生的豆角回来腌制。海童帮姐姐把洋洋放到后背上，嘴上说道自己腌制比较麻烦，要不就买的吧，不过买别人腌制好的，成本可能贵一点，早餐是薄利多销，成本上能省就省。姐，我陪你一起去菜市场吧。海玲没有拒绝，姐妹俩带着梁姨一起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辣椒以及生豆角，回到海玲的租房里。海玲自己腌制酸豆角以及做辣椒酱，等到年后开始营业时可以使用。姐，我跟你说件事。说吧。海玲抬头看了妹妹一眼后，又忙她的。战意瞒着我一件事。在陪着洋洋玩耍的梁姨听到海童这句话，看过来，心里想着啊，大少爷向大少奶奶坦白了。闻言，海玲就停止手上的动作，问着妹妹：战意瞒着你什么事啊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问清楚原因就行，不必跟他争吵。每个人呢，多少都会藏着点秘密的，那哪怕是夫妻，也不会事事都说出来。战役名下还有一栋别墅，在很高级的别墅区里啊，那栋别墅很大，带着前后院，里面的风景也很好。我查了一下，知道那里的别墅至少都要过1000万。战役说他年收入好几百万，平时又用不到大钱，他就存了很多钱，然后买了那栋别墅，不过是要公房的。房贷多少？我没问，那是他的房子，多少房贷都是他的事。以后若真过不下去，我也不会和他争房子。大吉利是赶紧吐口水，重新说话，什么过不下去的？你和战印才开始呢，好好的过，别像姐这样。海玲不想听到妹妹说过不下去的话，她自己的婚姻失败了，就盼着妹妹和战印能够白头到老呢。你这样想也是对的，除非她主动，否则那是她的房子，就是她的房子。咱们也不消想，你们因为这件事没有闹矛盾吧？那梁姨听到这里就知道自家大少爷还怂得很，并没有真正坦白身份，只是让大少奶奶知道了他名下有栋别墅的事，却又是扯了新的谎言来骗着大少奶奶。梁姨都在心里替战印着急，平时做任何事战印都没有怂过，面对海童时却无法大胆地坦诚身份是首富家的大少爷，又怎么了？大少爷当初隐瞒身份也是能理解的。梁姨是替战印着急，也觉得战印在这件事上太怂了点，却不敢多嘴的在海童姐妹俩面前说半句。当时知道后挺生气的，觉得他是在防着我，后来想想也就想开了。他告诉我他有一栋别墅让我住，我就住呗，不让我住我也不去住，
没必要为了这件事跟他闹以矛盾。况且他现在肯告诉我，说明他对我是完完全全的信任了。以战印的收入来看，他能买栋别墅很正常，更何况还是在公的。海玲呢，也觉得妹夫防着妹妹，有点替妹妹感到委屈，但见妹妹不在乎了，他说道：你换一种想法就能看开了，不用钻牛角尖。那他除了别墅这件事，还有没有其他事情瞒着你？谁知道男人的心也像海底的针一样摸不透的。海玲想了想后，试探地问妹妹：彤彤，你有没有怀疑过战印的身份？梁姨顿时替战印紧张起来。海彤愣了愣后问姐姐：姐的意思是认为战印不是普通的打工一族？管城首富也是姓战的，战氏集团里也有很多姓战的人，但他们的确与首富战家已经没有关系的。海彤笑道：姐，你看战印像是首富家的少爷吗？大集团的高管能年薪几百万，能供栋别墅也很正常。海玲就是觉得妹夫连有栋别墅这件事都瞒着妹妹，说不定还有其他事情也是瞒着妹妹的呢。管城的首富是姓战，妹夫也姓战，以前海玲也不会把妹夫和首富家的少爷重叠在一起，觉得首富家的门槛极高，首富家的少爷不可能会娶他的妹妹。虽说在海玲的眼里，自己的妹妹是最好的，可姐妹俩的身世背景摆在那里，人家豪门娶媳妇是讲究门当户对的，不会发生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。故而海玲不曾怀疑过妹夫的身份，主要是她见过了妹夫的家人，战家的人都很温和，很平易近人，穿衣打扮也和普通人差不多，并没有一身名牌珠光宝气的。战印出差回来了，你有空带他去见见大姨。海玲换了个话题，战印与首富战家有没有关系，他没有办法辨别。不过他们的大姨是商家的太太，肯定见过首富家的少爷们啊，就只要妹妹带着战印去见一见大姨，就知道战印在身份上有没有欺骗妹妹了。梁姨在一旁听着，心里想着晚上回家后得提醒一下大少爷。他还是尽早向大少奶奶坦白的好。战印说要年后才有空呢，最近他都很忙，很快又要公司年会了。他们公司年会可以带家属的吗？战印有没有说带你去？海彤没有进过公司上班，海玲却是清楚的。他想着战印要是敢带妹妹参加战氏集团的公司年会，或许就是他多心了吧，战印可能与首富战家真的没关系了。他说会拿份邀请函回来给我，让我到时候也去参加他的公司年会。听妹妹这样说，海玲放下心来，她可能是真的多心了。公司年会上老板都会露面，现在负责战氏集团的人是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，也就是商小飞痴恋多年的那个男人。只要战大少爷露面，海彤就能知道战印是不是首富家的人，毕竟战印的弟弟们海彤都是见过面的啊。上次因为洋洋被抢一事呢，他们也全都出动帮了大忙。海玲心想着战印敢让妹妹参加他公司年会，在身份上呢就不会瞒着妹妹。海彤看看时间后对姐姐说道：姐，我中午在你这里吃饭，现在我先去战氏集团等战印下班，现在他不用开店，有的是时间和战印秀秀恩爱。海玲笑道：去吧，我早就买好了你们夫妻俩爱吃的菜。海彤拿起车钥匙，又对外甥说道：洋洋，要不要跟小姨去接你一仗？我要去。洋洋现在已经从恐惧中走出来，恢复正常。那除了妈妈之外，他最喜欢黏着的就是小姨了。海彤上前去抱起了洋洋，对梁姨说道：我带洋洋去接战先生，梁姨你帮着我姐做一下午饭。梁姨温笑的道：海小姐尽管去，我保证你和战先生回来后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大少爷知道大少奶奶又去接他下班，肯定美滋滋的。海彤带着洋洋走了啊。那到了战氏集团后，他在公司门口斜对面的奶茶店看到了商小飞。他是先看到商小飞的车子，才知道商小飞在店里的。商小飞也看到了海彤，他主动从奶茶店里出来。海彤。商小飞站在店门口，
笑着向海童招手。在海童抱着洋洋下车时，商小飞更显开心，走过来，就从海童的手里抱过了洋洋，先亲了几下，问着小家伙：“洋洋有没有想表姨啊？”洋洋奶声奶气地应着：“想表姨了。”然后他凑过去，也像商小飞亲他的小脸一样，回亲着商小飞。商小飞大乐：“小飞，你在这里是？”海童明白商小飞很难一下子就放下对战少的感情。商小飞也很久没有再去纠缠过战少，现在来这里大概是想偷偷的看看战少吧。爱上爱而不得的人真的很痛苦吧。以前在这里喝过几次奶茶，觉得这家店的奶茶以及点心还不错，就过来重新尝尝，然后发觉也就那样。商小飞说得很自然，好像他真的是为了喝奶茶而来。他的确在这里喝过奶茶的，以前觉得好喝，或许是等待值得，那现在觉得也就那样，是因为他没有可以等待的人了。你是来等你家先生下班的吗？他出差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带上他去我家里啊？估计要年后吧，现在他很忙，抽不出时间。商小飞理解的点点头，又说道：“要不要进去喝一杯奶茶啊？”“不要了吧，喝了奶茶回家后吃不下饭，我姐的骂我害她浪费了粮食。”商小飞笑道：“海玲姐现在挺好的吧？我妈要帮你们俩，你们俩都拒绝，让我妈就只能在背后看看。姐妹俩是人穷志不短，我和我姐都还年轻，有手有脚的，能自己赚钱过日子。大姨不用操心的，还是操心二表哥还有你的人生大事吧。”商小飞笑：“我二哥滑得像条泥鳅，他不愿意这么快结婚，我们谁都拿他没办法。我妈你也是知道的，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走出来。小飞，你值得更好的。”商小飞自信的道：“我也觉得我值得更好的。”姐妹俩相视而笑。商无痕向海童提出过请求，让他在商小飞面前连战印的姓氏都不要提及，免得刺激到商小飞。此刻看到商小飞还会跑来战氏集团对面的奶茶店，海童就理解了商无痕疼爱妹妹之心。他和战印现在感情有了新的突破，夫妻俩正是你侬我侬的时候啊，的确不好在商小飞面前秀恩爱，免得刺激到商小飞。这时候呢，战氏集团的大门打开了，那海童和商小飞都本能地看向了战氏集团的门口，看到一列车子从里面驶出来。其中有一辆车子的车牌号码让商小飞觉得眼熟，他很快就想起来在哪里见过那辆车的车牌号码了。彤彤，你继续等你家先生下班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商小飞把洋洋递还给海童，扭身进店里拿起自己的车钥匙，再次出来时就快步地走向他的车子，边上车边向海童挥手，改天请你夫妻俩吃饭。然后他开着车风风火火地走了。刚才那些车辆该不会是战少的吧？海童听说战大少爷出门时总会带着一班保镖，他坐的那辆专车也是被保镖车簇拥着的。刚刚从战氏集团里驶出来的那几辆车很符合战少出门的气场。其实那不是战印的专车队，而是另一个出门就带着一班保镖的，排场不输于战印的军家五少爷军然。军然准备回 A 市了，在回 A 市之前奉他大哥之命，又来战氏集团请战印去参加大哥的婚礼，所以他才会出现在战氏集团。然后他的专车就被商小飞看到了。商小飞不知道是军然，他就是想弄清楚，在管城除了战印这么大排场，还有谁也是这么大的排场。商小飞车速很快，原本在军然后面的他猛踩油门，很快就超越了军然的车队。不曾想没2分钟，他的车子跑不动了。是他的车胎在漏气，他不得已紧急的在路边靠停，下车去检查他的车胎。好端端的怎么会漏气？他一下车，被他甩在后面的军然就认出他了。军然的司机也认出了商小飞，主要是上次他礼让了商小飞一回，对商小飞印象深刻。停车，军然让司机停车。
司机忙把车靠边停下来，恰好就停在了商小飞的车子旁边。君然吩咐司机问一下商小姐怎么了。商小飞会出现在这里，估计是为了战印。君然长期在管城生活，是知道商小飞倒追战印的事。现在战印在他的圈子里公布了他已婚一事，就很久没有看到过商小飞纠缠战印的场面了。哎，今天又遇上了。君然在心里想着，战印就像他家大哥一样，哪怕已婚，依旧桃花旺盛。司机按君然的吩咐下车，走向商小飞，问道：“你的车怎么了？”漏气了，可能是扎到了尖锐的东西。商小飞蹲在漏气的那个车胎前，仔细的摸索查看呢，还真让他找到了扎在车胎上的尖锐东西。哎，漏得很厉害。车胎越来越扁，就知道漏得厉害。商小飞没有拔掉扎在车胎上的尖锐东西，他站起来，先掏出手机打电话叫人过来帮他拖车。打了电话后，他走到君然的车窗前，轻敲着车窗。君然拉开了车窗的窗帘，那看了看商小飞后，他选择了下车。商小飞看到陌生的面孔，愣了一下，原来不是他熟悉的圈内人呀。哦，怪不得他的车子他认不出来是谁家的。商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君然温和地问着商小飞。谢谢，我的车胎被压破了，我已经打电话叫人过来帮我拖车。先生，我能冒昧问一下，你贵姓啊？哇，我好像没有见过你。君然笑了笑，说道：免贵姓君，我是 A 市人，不过在管城工作，平时工作很忙，鲜少参加社交活动，商小姐没有见过我很正常。顿了顿，他补上一句：我倒是经常能看到商小姐啊。姓君的 A 市人。商小飞就问他，君先生是 A 市风尘集团的人吗？不知道君先生排行第几？风尘集团是我家的公司，我就在兄弟当中排行第5。原来是君家5少爷。商小飞在心里腹诽着，怪不得排场和战印一样大，成功的勾起了他的好奇心。是君家5少爷就说得过去了。A 是首富家的少爷们，排场最大的就是君5少了。听说是君5少身手最不好，故而出门都会带着一班保镖保护他的安全。风尘集团和战氏集团深度合作，听说风尘集团在管城的分公司是由君然负责的，怪不得君然会从战氏集团出来。君5少，商小飞是商家的千金小姐，早就听说过 A 市的风尘集团，知道风尘和战氏集一样，都是属于千亿集团，两家在各种的城市里都是首富。让人羡慕的是君家的家风和战家一样，都特别和睦，真正做到家和万事兴的人家。母亲常说战家能成为首富，并且长期霸榜，就是因为家风极好，儿孙都教得很好，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就兄弟反目成仇。他们是兄友弟恭，甚至都不愿意接管家族事业。战印是长子嫡孙，出生起就被当成接班人来培养的，他是没办法挑了重担子。他底下的那些弟弟们，有些是进入商界辅助战印，有些则是从事他们喜欢的行业，而且在各行业中都能成为佼佼者。哎，商小姐需要我送你一程吗？居然温声问着，他看商小飞的眼神都是染着笑意的，让商小飞感受到什么叫做温润如玉。商小飞都不由自主地变得温柔了点，他说道：谢谢君5少。不用了，我家司机会来接我。他跟着来就是想知道排场这么大的人是谁，现在知道是君然了，他也不会再跟着，也不能跟了，他的车胎都漏气。那我先走吧。商小飞嗯着，5少先去忙，我等等，我家司机就会到的了。君然笑笑，客气了几句后，就回到他的车上，再次向商小飞挥挥手道再见，他便拉上了车窗的窗帘。很快车子开动，没几分钟，商小飞就看不到他的车队了。那边的海童还在战氏集团门口等着战印。在商小飞走后，他也进了奶茶店，挑了个位置坐下，然后给战印发信息：战印，你还没有下班呢，我在你们公司对面的奶茶店等着你嘞。
战印回复他，这么冷的天还跑过来穿着厚外套吗？我穿着什么衣服出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冷不着我。中午去我姐那里吃饭，我现在又不用看店，闲着无聊就过来接你下班，怎么不喜欢我过来？哎，不喜欢的话，我以后都不来了，真的不再来。战印忙道，我高兴狂喜，美滋滋甜丝丝的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就盼着你每天都能来接我下班呢。他要是敢说不喜欢，海童以后就真的不来了。你等我10分钟，10分钟后我就出去。行，海童爽快地答应了他。哎，等他时刷刷视频，10分钟眨眼间就过去了。战印比所有人都早出来，他是一路笑着出来的，但凡看到他的人，都被他那灿烂的笑容惊到，纷纷停下来看他，以为看花了眼。要不是一班保镖远远地跟着，大家都以为那个满脸笑容的男人不是他们战总呢。彤彤呀！战印没有开车出来，他快步走过来，边走边叫着海童的名字。你车子呢？战印问他，你来接我下班，下午不送我上班。哎，海童笑，伸手就捏一下他的脸，手感还行，保养得不错，他就喜欢捏他的脸了。战印低头含笑注视着他，宠溺的道，喜欢捏就叫我低一下头，这样你的手不用抬得那么高。他这样说又低下了头，那海童就不客气的又捏2下他的脸。奶奶说好丈夫靠自己调教还是有道理的。战印在他面前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冷冰冰，就是他调教的效果。见海童捏了2下他的脸后就缩回了手，战印眼神深深的看着他，低沉的道，我都低头了，你不打算给我一个吻吗？海童飞快地看着周围，然后小声娇嗔他，在外面呢，人来人往的很多人，那奶茶店里也有不少客人。海童就是嘴上大胆的人，实际行动上可没那么大胆。战印眉眼弯弯的，要不我亲你。海童还没有回复他，他就2手扳着他的脸，凑近前来亲上他的红唇。不过他没有加深这个吻，仅是碰了碰后就松开了他，宠溺地道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吃饭吧，别让姐久等了。他牵起海童的手，走向了他的车子，然后从他的手里拿过车钥匙，说道，哎，我开车吧。海童没有意见，他们俩都会开车，谁开车都是一样的。上车后，海童问他，你们总裁夫人还没有露过面啊？战印偏头看他2眼后，继续淡定地开着车，反问他怎么了？对我们总裁夫人很感兴趣。我不感兴趣，就是我刚到的时候看到了小飞，小飞就在刚刚那家奶茶店里坐着，视线恰好对着你们公司的办公大厦。我想呢，他对你们总裁还是难以忘怀的。后来有好几辆车子从你们公司驶出来，他就赶紧走了，不知道那是不是你们总裁的专车。你们总裁出入都是带着一班保镖，排场摆得够大。除了你们总裁，我都想不到那是谁的专车队。战印听他这样一说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幸好他出来的晚，否则就让商小飞看到他和海童在一起了。也亏得居然在回 A 市之前又来见他。居然的排场和他一样大的引走了商小飞的注意力，他才避过了。不对，战印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。他惯常坐的车子是劳斯莱斯，商小飞以前常纠缠他，是知道他坐的是什么车的。居然常坐的车子有2辆，一辆是迈巴赫，一辆是保时捷。那商小飞不可能把居然看成是他的。哎，商小飞和居然认识了吧？商小飞是冲着居然来的，可能是给苏南和沈小军拉红线吧。战印觉得牵红线也挺不错的。商无痕知道他是海童的丈夫后，依旧帮他瞒着，不就是为了商小飞，怕商小飞接受不了自己心爱的男人是表妹夫，会对海童不好，破坏了表姐妹俩的感情。要是商小飞把对他的感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，再知道他是海童的丈夫，是不是就能坦然接受，不会破坏他和海童的姐妹情？居然是个好人选呢。帮沈小军牵线的时候，
他想着要是苏南不合适，就把君然介绍给沈小军的。不过海彤说沈小军不乐意远嫁，也不喜欢嫁入豪门。君家属于顶尖级的豪门呢，虽说苏南也是豪门，但他家与君家不在一个级别，毕竟他家里和苏家主是分了家的。刚才从我们公司出来的专车车队不是我们总裁的，是我们一位重要客户的，我也跟你提起过，就是 A 是首富君家的五少爷君然，君总是个很优秀的男人吧，虽说也是在商界里混着，但他的脾性是真的好，属于温润如玉类型。海彤，小飞是认错了吗？战印笑了笑说道，或许不是认错，可能是商小姐放下了那份不属于她的感情，看上了君总呢。海彤想到商小飞对战少痴恋多年，不太可能是认错了，说道他应该还没有到看上的那一步，可能是君总某方面触动了他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君总真的很好吗？小飞是个好女孩，她若是和君总能擦出火花，我们都能松口气。看着她对战少爱而不得，我也心疼。她可是给商小飞当个爱情军师的，没有帮商小飞追到战少，要是能撮合商小飞和君然也不错呀。就是君然是 A 市人，有点远，不知道他大姨舍得不？大姨就小飞一个女儿呢，看看吧，要是商小姐和君总处得来，咱们再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有没有缘分就看他们俩了。以前呢，战印是很讨厌商小飞的，觉得商小飞浑身是缺点。现在呢，他都不得不承认，商小飞虽然被家人宠得有点任性刁蛮，脾气也容易被点爆，但他的三观还是很正的，对海彤也很好。只要对海彤好的人，战印都得高看几眼。商小飞对海彤的好，并不是建立在两个人是表姐妹关系，是真的合得来。海彤也知道急不得，他先留心观察观察，要是商小飞真的和君然能处，他跟商无痕说一说，只要商氏与风尘集团也有合作，就方便君然和商小飞接触。战印在一家超市门口停了车，对海彤说道，我进去买点水果带去给洋洋，别买玩具了哈。海彤跟着下车，小飞每次都给洋洋买玩具，洋洋的玩具多到都可以开玩具店了。战印莞尔，洋洋现在被大家的疼爱包围着不好吗？虽说他父母分开了，父爱稍微欠缺一下，但有我们这么多人疼爱着他，他也能健康成长的。等洋洋再长几岁，每逢寒暑假，就让洋洋接受他们战家对孩子的训练，把洋洋往精英的路上培养。有他这个姨父在，只要洋洋能成才，他能保证洋洋的前途无量。当然，要是洋洋是扶不起来的阿斗，他就不管了。他那个奶奶现在3不5时过来看他，主要是来跟我姐吐槽姓叶的，居然还想我姐和周渣渣复婚。那些人的脸皮真的厚道，用尺都量不出厚度来。他姐还没有离婚时，总是嫌弃他姐不知道挣钱，就知道花钱，挑唆着周渣渣和他姐 AA 制。周渣渣又出轨，夫妻俩才会离婚的。婚姻离了，看到叶佳妮在生活上大手大脚的，又说叶佳妮不好，觉得还是他姐更好一点。战印黑眸闪烁着说道，只要他不抢洋洋，他来说什么听着便是，也能知道周红林和叶佳妮过成什么样。说老实话，彤彤，我也很想看到周红林和叶佳妮过得不好。战大少爷也是有八卦之心的。海彤主动挽着他的手臂，与他一起进店，笑道，你说的对，他要是不来吐槽，我们还不知道周家开始嫌弃叶佳妮了呢。夫妻俩在超市里买了好几样水果，提着2大袋出来，回到海玲的租房，又被海玲一顿说。海玲不会说妹夫，他就说自己的妹妹战印还要还房贷，就算高收入也要省点钱，以后你们有了孩子，开支更大。姐现在不缺吃不缺花的，战印要买东西，你拦着点。姐，你妹夫孝敬你的，你只管收下，你要是心疼他还房贷压力大，我等会儿把买水果的钱转给他，当做是我出钱买给你吃的，行了吧？姐，我发觉你是越来越偏疼着战印了，我才是你亲妹妹呢。
海玲轻戳一下他的额，战印的家人对你那么好，我是你的娘家人，自然也要对战印好。那战家怎么对他的妹妹，他就怎么对战印。身为妹妹的娘家人，他看似偏疼着妹夫，无非是盼着妹夫对妹妹更好一点。海童俏皮的吐舌头，饭后，海童又亲自送战印回公司，被老婆亲自接送上下班的战某人，一个下午都在偷笑，心情异常的美丽。然后呢，破天荒的主动约陆东明和苏南出来吃火锅。因为他老婆今晚要撇下他，约着沈小军去吃火锅。老婆和闺蜜一起，他就和好友一起，然后来个偶遇，就能顺理成章的和老婆一起共进晚餐了。那夫妻俩有了肌肤之亲后，战印真的想变成一块牛皮糖，牢牢地贴在海童的身上。虽说海童是和沈小军吃火锅，但她撇下了她这个亲亲的丈夫，战印心里就酸。我听秘书说你一下午都在偷着乐啊，战印，你那么容易满足的？咱们的总裁夫人就是来接你下班，又送你上班，你都能乐成这样。苏南接到战印的邀约后，自不会拒绝，特别是知道了沈小军也撇下他，约着总裁夫人去吃饭，觉得自己的男性魅力遭到了极大的打击，竟然比不上总裁夫人。他先来战印的办公室，进门就调侃打趣着战印。战印刚和陆东明通完电话，见他进来，便放下了手机，好心情的不和苏南计较，嘴上说道：“你还没有老婆，体会不到我这个已婚男人的幸福的，你就知道用这句话刺激我。”苏南在他对面坐下来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追妻了。苏南身子往后靠，等我完成了人生大事，看你还怎么在我面前秀恩爱吧，撒狗粮。战印笑道：“反正今年你都还得单着呢，今年还有几天时间，单着就单着呗。”苏南想到了陆东明这个真正的大龄剩男，笑道：“以后咱们俩就在陆东明面前使劲的秀恩爱，撒狗粮。他受不了刺激，就会考虑他的人生大事了。”提到陆东明的人生大事，战印的笑容淡了点，说道：“陆家长辈是着急东明的婚事，不过要求也很高的，不会像我们这样，只要我们喜欢都接受。陆太太希望东明娶个名门千金，还必须是家里资产至少有几十亿的，觉得那样的千金才配得上东明。陆东明自己就有100亿身家啊。陆太太觉得小儿子除了破相之外，各方面都非常优秀，儿子那么优秀，自然要很优秀的女人才配得上他的儿子。”苏南想到陆太太表面温和，实际上最是瞧不起人。平时在宴会上遇到陆太太，那陆太太呢，一般都是只跟身份地位与她相当的太太们说说话，其他人陆太太都是不屑一顾的。或许陆东明也是了解自己的母亲，觉得很难找得到能让母亲满意的女朋友吧，干脆就不找了。陆东明，我是真的没有喜欢的女人，才不谈恋爱的。话说，你是追求沈小姐还是追求她的弟弟啊？我出差回来后听到的，怎么是你3不5时就请着沈晓峰吃饭，偶尔还会陪着沈晓峰去赛车，更是把你心爱的赛车都借给沈晓峰用过。战印凑近了一点苏南，黑眸带着笑说道：“苏南，我吃到一个与你有关的瓜，你要不要听听？”苏南没好气的道：“论吃瓜，有谁比得上我？”我早就知道了。有些人看到我老是请沈晓峰吃饭，怀疑我喜欢年轻帅气的男人呗。每次他请沈晓峰吃饭的时候，沈小军都跟着的，那些人就没有看到。他这是走小舅子路线。沈小姐不讨厌我这个人，但我觉得她不喜欢我的出身，这又不是我能选择的。外面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的出身呢。沈小军居然嫌弃我太有钱，嫌弃我是富二代，不想和我谈恋爱。别人都是被女友嫌弃太穷，我喜欢的女孩子却是嫌弃我太有钱。我只能从沈晓峰身上入手。沈晓峰对我崇拜得很，只要我约他，他都是随叫随到。然后沈小姐怕死他弟把他给卖了，所以只要我请沈晓峰吃饭，他都会跟着来，我不就有机会好好的表现了。
还以为苏南追妻很厉害，原来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去。往常在他面前给他分析感情问题时，倒是分析的头头是道。公司年会，总裁夫人会来吗？那是自然的。等会儿我再邀请一下沈小军，要是请不到他，还得麻烦一下夫人帮个忙，把沈小军带过来。苏南是决定在今年的公司年会上，让沈小军成为他的女伴，也是固定的女伴，以后都不换的那种。你开了这个口，我夫妻俩是你的月老，不会放任不管的。走吧，我家彤彤应该出门了。对，你往常都是去哪家火锅店消费？彤彤说是你常带他们去吃的那家火锅店。闻言，苏南眉眼都是笑，我就知道沈小军喜欢那家火锅店的。走，我带路，我们到了再给陆东明发信息。他没有心上人，整天就忙着赚钱，赚钱的赚那么多钱，又没有老婆帮他花。战役认同，陆东明3人行，他已经被2个好友嫌弃了。也落后于2个好友了，还以为他们会成为管城单身贵族的铁三角呢，结果现在只有他独守着。